大家好，我们开始上课。接下来我们开始设计这个马达驱动电路。马达驱动电路首先很明显，我们设计的原则思路是什么？我们一定要紧抓核心，紧抓核心。这里面的核心是什么？核心是马达。那么我们接下来先找个马达出来，我们选择这个马达。它实际上用的是一个直流有刷马达，直流有刷马达。其实我们前面视频也讲过了，我们拷贝一个 feedback 下来，再找一个开关，连接起来就是这样。OK， 只要我们按键一按，马上这个马达就开始转。如果你想反转的话，其实只要反过来就行了，把这个马达，这样子的话，按键一按，它就反转了。对于马达来说，主要就是马达的第一血型，对吧？我们现在无人机里面用到的马达，其实它需要用到的电流是几安培，我们差不多大概是2安培左右，电流2安培。那马达血型另外还要考虑的一个是什么？电压。所以马达的血型，这也是我们硬件工程师需要做的事情，软件工程师他不管，你就把这个弄好给他就 OK 了。电压的话，因为我们这里用的是电池嘛，电池的电压范围是3伏到 4.2 伏，因为马达是直接从电池取电的，所以它的电压范围也是3伏到 4.2 伏，在这个电压范围它都是要能够工作。当然很明显，我们心里要清楚，当电压是3伏的时候，输出相同功率假设为 P， 当电压是3伏的时候，输出相同的功率假设为 P， 实际上这个电流是偏大的。我们用一个箭头表示，如果这个时候是 4.2 伏的话，输入相同的功率，那么它的电流就偏小，就会小一些。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注意的。好，马达血型 OK 了，接下来开关也要选择开关。那么这个开关和马达它是一个串联的关系，所以说马达的电流就决定了这个开关的一个电流。开关的血型同样涉及电流，电流它等于马达的电流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时候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电路，血型电路，我们有两种连接方式。第一种呢，我们可以把开关放在下面，对不对？第二种呢，我们可以把开关放在上面，比如像这样。那么这两种其实都可以的，对不对？由于现在的开关都是由电子开关，而不是机械开关。那么电子开关，我们首先考虑到选择晶体管开关。对于一个晶体管如三极管而言，它的电流像这里达到安培级别，那么我们一般用的很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功耗比较大，对不对？开关可以选择是三极管。那么三极管的话，如果你 IC 是2安培，三极管的积极电流 IB 在放大倍数100倍情况下需要200毫安电流。我们回忆一下，我们之前设计这个电源的时候，电源呢总共才400毫安，是不是啊？如果你一个管子就200毫安，那么4个管子就要800毫安，明显我其他都不用做，这个当地基也没法做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把三极管 pass 掉了。那么接下来就剩一个什么呢？模式管，对不对？模式管我们就选放置在马达上面这个方式，因为它跟电源相连，然后控制开关的状态。我们说这个一定要选用一个 P 管。那么如果是放在下面跟 D 相连做一个开关管的话，我说这种一般叫做 N 管。对于 MOSFET 来说，我们一般情况下 P 管的电流是偏小的，而且 P 管的种类很少，生产厂家也少。N 管呢，电流可以做得很大，并且生产厂家比较多，种类也比较多，价格呢也比较便宜，因为它出货量的也大。所以从这些方面考虑，我们选择 N 管作为它的一个开关，因为它量多便宜，而且电流可以做得很大，这是 P 管和 N 管的一个区别。我们还是要写一点选型的内容在上面的啊。P 管呢，它电流小，价格高，种类小，电流很大。这个 N 管呢，恰恰相反，它电流比较大，
它这个价格低，种类很多，所以我们需要选择一个 N 管。N 管呢，它这个第一是导通电压是需要我们去考虑的。以前我们跟大家讲过 ，MOSFET 它的导通电压是 4.5 伏，导通电压的阈值 4.5 伏。但是这里我们就遇到了一个瓶颈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现在的 FETBAT 它最高电压才 4.2 伏，那么很明显，最高的电压都没有达到 4.5 伏的这样一个阈值，所以我们要选一个阈值小于3伏的。那么小于3伏阈值的电压，一般在低压的 MOSFET 里面用的多一点。它的特点就是说，一定是低压的 MOSFET 小电流，而且呢，在消费类电子里面用的比较多，而在工业领域呢是不用的，因为你这个导通阈值低嘛，有很多不安全的因素在里面，比如说它很容易受到干扰，对不对？很容易干扰。消费类电子无所谓，反正坏就坏，出现一些问题也无所谓。工业和汽车里面呢，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用的，至少我到现在还没有用过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读这个 data sheet。那么我们选型就选了一个 DMG 2302U 这样一个芯片，不是这个，应该是这个。我们打开这个 PDF， 它是台湾的一家 PB 公司生产的啊。那么MOSFET 选型一般需要考虑这几个方面：电压、电流，然后这个 RDSON， 然后封装涉及到你这个板子能不能放得下来问题。然后这些都满足的情况下呢，你还要考虑一个什么？很重要一点啊，就是说出货量。如果对方的出货量不大，那么你这个可能生产了几批，这个后面就等料时间很长，这样就不行了。另外呢，还要考虑它的一个库存，否则会有风险。要考虑库存一定要大，这样不会影响你后面批量生产。那么出货量大，这个还要考虑到什么？还要考虑到它的一个供货周期，一定要问好，是2周、4周、8周还是什么时间？供货周期这是需要去考虑的。最后就是说还要考虑一个价格。那为什么最后才考虑价格呢？因为你没有前面的这些东西，价格是没法去谈的。价格再便宜，你不使用也没有用，是吧？那么你供货量大、库存大的话，它的价格必然会低；供货量小，它的价格也必然会高。这个本来就是商品的买卖嘛，就是这样的。我们从无人机的角度来说，我们希望封装要小，对不对？因为封装小它就轻嘛，在无人机上面它要考虑一个重量，考虑这个重量。电流我们额定是2安培，那就取3安培吧。还要考虑它的 RDSON 雷迪松，肯定这个雷迪松呢越小 ，MOSFET 它的发热量就越小。这个雷迪松是我们要去关注的。这个电压是指它的耐压，当然还有一个是即时的导通电压。我们结合这几个方面，再来看 data sheet DMG 2302U， 它是一个 N 勾刀的 MOSFET。我们看一下它的特征，它是低的导通内阻，低的输入电容，快速的开关。这边也没有什么了。再来看一下它的封装，左边很明显是这个 SOT23 这样的封装，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封装 SOT23， 所以它小，大家看到要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封装。这个好了，我们再来看耐压，它的耐压是20伏，对吧？那肯定是够我们用了。我们这个要求是多少？我们 FETBAT 这个才 4.2 伏，所以这个耐压肯定是够的。GS 的一个电压是正负8伏，
一个是低时，一个是极时，正负8伏，不要超过它，超过它就容易坏。我们是不可能超过的，因为我们单片机在3伏，所以 OK 没有问题。我们再看一下它这个导通电流，导通电流的话，我们看是 4.2 安培，所以说是足够了，翻了1倍。当然呢，这个导通电流跟温度有关，如果你温度高，我们说导通电流就会下降。但是我们这里呢，封装小，那我们到时候算一下它的这个发热量是多大，到底合不合适，我们到时候再算一下。这里呢，我们再看一下它这个功耗、功率损耗。功率损耗的话，它是 0.8 瓦和 0.5 瓦，这个是极温。极温的意思是当热损耗是1瓦时，它上升了一个温度，这个是工作和存储的一个温度。存储温度是从负55度到正的150度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1瓦，它可以上升156度。假设我们这里的电流确实在最大的 4.2 安培了，当然这里现在不是特别好算，因为这里面的损耗分为开通损耗、关动损耗，与你的频率是有关系的，所以还不是很好算。不好算的话，那我们就不算了，不管了。关于这个计算的话，我们在前面的视频跟大家讲过 MOSFET 的温度温升怎么去计算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啊。那么这里我想说的是，你哪怕算下来这个温度特别的高，但是也是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但我们有什么办法去给它进行一个散？因为我们无人机它上面有风，这个风可以加大它的空气流动，让它散热。第二个呢，我们这个 MOSFET 在画板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给它负铜，增大它的一个散热面积。我们可以给它负铜，增大它的一个散热的面积。那么这个是我们可以直接降温的办法。第一个是风，因为我们有风嘛。第二个是负铜，通过负铜增加散热的面积。好，一般我们的负铜呢是对地负铜，对 MOSFET 的地还有对电源的地进行一个负铜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就 OK 了。我们再看这个 data sheet， 我们主要看一下它的导通阀值是 0.1 伏到导通阈值，应该念阈值，它是 0.4 伏到1伏，说明是很低的。我们单片机可以达到3伏。再来看看这个它的 RDS ohm 是90到120毫，这个数值与我们想象中的值是偏大的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一般100安培的过流过的电流情况下，那么它这个内阻只有几毫欧。当然呢，你这个电流它在MOSFET设计的时候，这个电流越大，它这个内阻必然会低，它的电流小，它的内阻就大一些，90到120毫欧是我们所说的 RDS ohm。我们看这个耐压，我们刚才说了是20伏是吧？即使是不要超过正负8伏。那好，这些的话就 OK 了。价格呢也不贵，相对来说，这是因为国内生产的厂家也做了很多。我们看其他一些不太成中的，其实我们只要了解这些就可以了，其他呢我就不详细去分析了。OK，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 MOSFET 的设计。开始设计前需要评估一下它这个电流可达4安培，我们这里要求是3安培，对不对？其实它已经达到了4安培，那么它电流是 OK 的。电压呢，我们只要0到 4.2 伏，它达到了20伏，电压也 OK， 没有问题。这个非极时电压也是可以的，是吧？应该是非极时提取电压。它的内阻的话，关系到它的发热，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温度给它降下去，因为有风，温度下降，还有这个封装小轻，这些都符合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 MOSFET 就 OK 了。接下来我们把这个 MOSFET 放到原理图里面，我们从这里 library 拷一个下来，这是个 N 管。接下来我们就围绕着这个 MOSFET 开展设计。好，大家休息一下。